제가 얘기 듣기로는 102동에 한동안 살았다는 분이 계셨는데 그래, 이사가면서 얘를 갖고 가다 그래야 키우려고 해서 그런가 봐. 형편이. 早上好，我是4月20日，约购到期128日。老婆肠胃型感冒，没有白吐司，这两家都没有吐司，还有胃饼。今天打算来闭关，红米酥1排5颗。人跟动物最大不同是人有感情。7点03分，今天不出去吃，因为老婆肠胃型感冒，医生确诊，所以呢，我出来买吐司，然后待会去买早餐。家没有吐司。没有白吐司，完有。好，这两家都没有吐司，所以老婆说不然改帮他买馒头，好吧？那我们去喂饼蛋。这边是早上的辽宁街。哇，快带！大袋，我本来有背包包，结果包包装不下。对，刚刚我问他们，他们说有 Uber Eats， 我也想试试看。可是老板说对他来讲，因为有时候在忙的时候，Uber Eats 会让他更忙。孙东宝台式牛排。礼拜6的早上，对，好，今天打算来闭关，希望能够完成一些东西，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拖太久。然后早，今天来闭关。然后昨天因为影片拍的不多，我觉得今天应该比较好剪，搞不好12点1点影片就可以上。那下午的时间。我估计想要来拍2个开箱，都是小东西。我觉得小东西先解决，然后划船机跟那个音乐贝壳，我打算是明天礼拜1把它完成，然后下周就要来试这个东西，好吧？8点57。11点06分，这是一位叫祥辉的朋友，他当时订的是 i3 Plus， 然后是2900毫安，容量比较大。这家 i3 Plus 我去年因为它维修一直有问题，所以我去年就没有再订。那他当时说他好像电池有问题，其实就有点担心，我就因为其实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联络，但是我还试着跟 i3 Plus 结果你知道吗？他跟我说
他们没有库存，没有电池的备料，那可以怎么解决？就是再买一台，它算你便宜一点，我当场就不用出去。他本来还想叫我再卖别的东西，说你就是这个样子。后来他才说，我后期找5块给你。那我跟小辉讲，我去打算找我现在60这家厂商，我请他帮我定做电池。那我请他送过来是我想要知道他目前它里面这一台电池的头是哪一种，因为 Aizen Plus 它的那个电池是长柄10S1P，然后它的规格有时候2就3，所以必须先确认它是哪一个电池，然后再请现在有什么能帮我们定做电池。那定做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好的电池，但是还要测，就是说最近定做来的电池的保护板在上面有没有这个目前不确定。那他真的很客气的，小辉他人到楼下，然后他没有问题，他是先把东西放，然后走了之后他跟我说，把保板放进去，然后留下一组。完了，哇，然后大概是说，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跟他一样，每天上班下班接送小孩，可能因为我拍的东西跟一般人比较接近，所以他会觉得看我的影片是疏解的。然后他说，虽然他不常留言，但是每部影片一定会收看。影片底下观看红条，整页满满。哦，谢谢。然后20多年没纸笔写信，笔记很长，所以用电脑打。好了，祥辉，谢谢你。下次修好之后有来拿，有机会可以碰一下面。这个他给我的圣保罗有名的是 Q 饼，凤梨酥。哦，凤梨酥也好吃，那它这里写圣保罗 Q 饼。哇，谢谢你，凤梨酥真的，凤梨酥跟蔓越莓酥，谢谢。好了，我想办法，快帮你出。我拒绝掉Aizen Plus 的原因是，他要我用，他一开始是要我请客人再买一台。影片已经上传，预计2点半，那现在时间是1点57分。哦，那个祥辉很聪明哦，他这里贴胶带比较好记。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池是。遥控器是会亮正常，这是它的充电器，这是它的板子。哇，它很新哎，几乎没什么滑的感觉，完全不亮。我先充电充看看。好，插电是可以动，然后电一放掉，而且插电的时候呢。插电的时候，这颗变压器就是有在运作的时候，变压器的灯会变红色，供电，等于是在充电。那放掉就变绿灯，它表示它判断里面的电是充不进去。那我们把它拔掉 ，OK， 拔掉就没电。那确定就是电池的问题。好，那现在就把它拆下来。我很久没修Aizen Plus， 结果它也不是一长条它是这样子，一排5颗，2排，然后头是这种小头。好，拆下来了。那接下来就是看工厂那边制作要多少时间。还好嘞，是。电池可以找别人做，如果是主机板坏掉，没有主机板。好，
我要吃点东西。好，午安，现在是3点34分，来烘豆子。那我现在打算炉温达，今天试着炉温到200度的时候就下豆子，然后看它那个反温点在几度。上面这条线是炉温，下面这条线是豆温。现在炉温是78，那我们这边测的炉温是80。有数据化之后呢，你比较知道你烘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之前我用 SR500 上面切嘛，很花时间，然后一直盯着看，可是那温度都控制不准。那我们现在就今天烘一样是耶加利可，然后重量是200克。我刚刚用208克下去挑剩202克。好，现在的炉温来到190，豆温的位置是155，好，差不多了。好，准备，我们来下豆吧。好，点下放豆，入豆时间。反温点在69度，好，现在专心来注意它升温。好，现在已经15分钟，完成脱水。要完成脱水，我就会按一下完成脱水，在这个位置，好，按了之后它开始记录。好，现在开始，我把它调到100%，让它拉上去。差不多了。好了。噔噔，好了，好，来吧。我这是刚刚烘的，我们今天就泡刚烘的。烘豆子啊，其实很多是靠经验，然后还有靠记录。那以前就是一些前辈烘豆的前辈哦，他们有些是用计时器啊记录，或甚至有些人是画图表记录。我发现有这种记录软体真的方便很多，而且记录的过程啊，你不用应该说你不用一直去自己头脑就想说你现在是不是跑太快，因为那个线会告诉你现在是不是升温太快或太慢。当你有发现那线变陡了，表示你的升温太快，你就可以把功率调低一点。那像 RF300它算是很简单操作的烘豆机，因为它没有太多复杂的功能，没有风门，然后只要调那个旋钮火力。当然我那个是电热可调式的，如果是用瓦斯，那就又另外一种。但是刚刚烘的豆子
我是很怕中间没透，哪一颗压下去很容易压破，基本上中间就是有透了。然后有些是用那电动研磨切割那个把它切开来，就可以看得很明确的中间的剖面。那我今天还一个朋友跟我说，通常豆子会有皂味，有可能就是银皮没有处理好。他说银皮处理也很重要。那只是 RF 300不太适合抽风在那个入豆口那边把银皮吸上去，因为这样子的做法很容易让炉温瞬间失温，所以不能从那边，它只能让它转掉到下面去。好吧，我们喝喝看刚刚烘的，很像一回事，很像一回事。你刚刚火很大，赶快把它移开。好，新鲜的豆子煮起来的泡泡。That's why I couldn't make it today. Gonna be storm up. Hurricane right in my coffee cup. 好的，现烘现煮，爷家立可煮。然后今天那个祥辉他有给我那个圣保罗的凤梨酥跟蔓越莓酥，我因为那是有包装，比较不会那么坏掉，就过几天来吃，先吃这个，因为上礼拜去 Costco 应该算过期。啊，今天我老婆昨天就发烧，然后医生说是40.3呢。肠胃型感冒，但是他一直烧很高，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他就降下来，然后过一会儿会几个小时就又升上去，有吃药就降。我在说要不要去挂急诊，但因为我老婆姐姐是护士，她说你这种去挂急诊也是打点滴。好，我快速聊一下好了，就是结果今天来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影片，是韩国人拍的，就讲一只狗。他在10年前，他在10年前被主人丢弃在一个社区，然后在那边丢弃之后，那只狗就待在那里，然后社区的人会喂它东西，可是它每天固定都会到那个地方去等它的主人，然后前后总共10年呢，从小狗等到变老狗。对，我今天看那个影片，觉得好感动，就会觉得。怎么人会把养一养的动物就这样轻易把它丢掉？对啊，因为人跟动物最大不同是人有感情。那纵然你再没有能力，或你有什么因素考量，你没办法继续养的话，你应该也是看怎么样找到一个适合的人能够帮你养它嘛。结果他没有，他就是直接丢了。我就觉得这种做法是很不负责任。那也有些人是养狗养一养，生病了，付不起医药费就把它丢弃。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也有聊过。真的，我觉得狗啦、猫啦，反正是动物之类的东西，你既然要养，就你养之前你就要想清楚。千万不要养了之后再来说哇糟糕，我当时没有想要生小孩啊，现在忽然怀孕了，这个狗就不适合。这种的其实很不好了，我觉得很不好。对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养，你要处理掉，那你也凭着良心做事情。对，真的那个狗好可怜，等10年。那个影片我把它放在这边，对，
然后后来有电视台去拍他，然后拍，忽然有一天他没有出来等，他们就吓一跳，想他是生病，就带他去看医生，老了，白内障看不到了，所以纵然他主人出现了，他也不知道那是他的主人，因为他根本看不到路了，对啊，很可怜，那很可怜。哦，可以啊。而我觉得我现在这种烘法，我自己觉得可以啦，我自己觉得可以接受，香气也有啊，然后耶加的酸也有，对。那接下来就是煮的问题，对啊。好，其实我觉得烘豆真的没有你们想象那么难，当然它中间有很多的诀窍。甚至是每个人有自己的 know how， 可是他就是把豆子煮熟加热，然后让它膨胀之后爆香，至于你爆香要爆到什么程度，就是看你个人，对，它真的没有太复杂。那为什么外面咖啡豆会好的烘豆师或有名的店家可以卖那么贵呢？就是因为它不好复制，就是这个味道，你别的一样的豆子给他，一样的机器给他，他也烘不出一模一样的味道。如果有些人习惯了那个味道，就会习惯买贵他就觉得他能够接受。对，其实喝咖啡都喝一个气氛的啦。有些人经济能力许可的，其实他们也没有 care 那些钱，对。而且咖啡他又不是每天早中晚三餐都喝的，更是愿意花钱去买好的豆子。好，4点53差不多，我准备走，今天早点回去。那祝大家周末愉快。一个14号，一个17号，对，然后加 A 餐，对，加 A 餐，再加1份鸡块。都喝可乐吗？饮料喝红茶，对，208。饮料手拿可以吗？哦。还要走，好，我觉得我干脆不要吃那么多，只要要什么够钱。来。你不来啊？不来我不理你哦。我是觉得你胀气不舒服啦。来，哦，又勾到。你看，你又勾到，生气了，对不对？可是我不敢哎。等一下，哦，好，你又断了。